听故事学中文，一起走进中国。小华，你知道吗？我昨天在网上看到一个视频，一个外国人说，他来中国之前以为到处都是功夫和熊猫，结果到了北京，发现满大街都是外卖小哥，骑着电动车。这个反差确实大。其实很多外国朋友来北京之前，脑子里的中国可能还停留在电影里那种古代的样子。对啊，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聊聊北京这座城市。我一直很好奇，为什么那么多人第一次来中国都会选择去北京？这个问题其实挺有意思的。欢迎大家收听听故事学中文，我是小华，我是小文。Learn Chinese, Meet China，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。今天我们要带大家走进真实的北京。小文，你刚才说的那个反差感，其实正好说明了北京这座城市很特别的一点，它既是古代中国的象征，又是现代中国的缩影。等一下，什么叫缩影？就是说，如果你想快速了解整个中国是什么样子，那北京基本上能让你看到一个浓缩版本。我明白了，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第一次来中国只去一个城市的话，会选择北京的原因了。没错，因为在北京，你能看到故宫、长城这些几百年的古建筑，也能看到 CBD 的摩天大楼，还能看到胡同里老北京人遛鸟下棋。胡同，我听过这个词，但一直不太懂。胡同是什么？胡同就是北京老城区里那些窄窄的小巷子，两边都是传统的四合院，就是那种灰色砖墙、红色大门的老房子。哦，所以胡同就是巷子的意思。对，但胡同不只是一条路，它代表的是一种生活方式。你想啊，在胡同里住的很多都是老北京人，他们几代人可能都在那儿。那住在胡同里是什么感觉？我给你讲个真实的故事吧。我有个朋友叫老王，今年60多岁了，他就住在东城区的一条胡同里，他们家那个四合院已经住了3代人。3代人？对，他爷爷那一辈就在那儿住。老王每天早上5点多就起床，先去胡同口的早点铺子买豆浆油条，然后回家吃完早饭就搬个小板凳坐在门口跟邻居聊天。听起来生活节奏很慢啊。对老一辈的北京人来说是这样的，但同样是在北京，你去看那些年轻人，完全是另一种生活。什么样的？老王的孙女今年27岁，在中关村的一家科技公司上班。她每天早上7点半挤地铁，要坐1个小时才能到公司，晚上经常加班到9点10点。等等，中关村是什么地方？中关村是北京的一个区域，聚集了特别多的科技公司和互联网公司，很多年轻人去那儿工作，因为机会多，工资相对也高。所以北京的年轻人和老一辈人的生活方式真的很不一样啊。完全不一样。老王那一辈人，他们从小在胡同里长大，邻居之间关系特别近，谁家做了什么好吃的都会分享一点。但他孙女那一代，可能连隔壁邻居叫什么名字都不知道。这不就跟美国一样吗？大城市里的年轻人都挺孤独的。对，这个现象在全世界的大城市都差不多，但北京特别的地方在于，你能在同一座城市里同时看到这2种生活。我明白了，那为什么那么多年轻人还是想去北京呢？明明生活压力那么大。这就要说到北京对中国人来说意味着什么了。北京不只是首都，它还是很多人心里的机会之城。什么是机会之城？北京有中国最多的好大学，像北京大学、清华大学，还有很多国家级的文化机构、大公司总部都在北京，所以这里的教育、工作、创业的机会特别多。所以大家觉得去北京能有更好的发展。没错，我再给你讲个故事。老王孙女儿的同事有个女孩叫小李，她是从河南的一个小县城来的。河南离北京远吗？坐高铁大概3-4个小时吧。小李大学毕业后本来可以回老家找个稳定的工作，但她还是选择来北京。为什么？因为她觉得在老家生活基本上一眼就能看到头，结婚生孩子，每天做重复的工作。但在北京，她觉得至少还有可能性。但在北京的生活一定很辛苦吧？非常辛苦。小李刚来北京的时候，租的房子特别小，只有10几平米，而且离公司特别远。10几平米，那真的好小。对，但他说每次下班挤地铁的时候，看着车窗外北京的夜景，那些高楼大厦的灯光，他就觉得自己是这座城市的一部分。这听起来有点浪漫，但也有点心酸。就是这种感觉。北京对很多外地年轻人来说，既是梦想也是现实。他们在这儿拼命工作，但也面临很多挑战。什么样的挑战？最大的挑战就是房子。
在北京买房，对大多数年轻人来说，基本上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。真的那么贵吗？市中心的房子1平米可能要10几万块人民币，甚至更贵。10几万，那一套房子要多少钱？如果是100平米的房子，那就是1000万。天哪，那小李怎么办？像小李这样的外地年轻人，大部分人只能选择租房，或者在很远的郊区买房。这也是为什么北京的地铁系统这么重要。北京的地铁很发达吗？非常发达。北京的地铁有20多条线，几乎覆盖了整个城市。每天早晚高峰的时候，地铁里挤得不行。有多挤？我给你形容一下，你站在站台上，地铁门一开，所有人都往里挤，完全没有个人空间。有时候人太多了，你想下车都下不去。听起来像沙丁鱼罐头。就是这种感觉。但没办法，因为北京太大了，从城市最北边到最南边，开车可能要2-3个小时。等一下，北京有多大？北京市的总面积是16000多平方公里，但真正的市区核心的部分大概是几百平方公里。所以生活在这么大的城市，感觉会很不一样吧？对，很多北京人可能一辈子都没去过城市另一边的某些地方。北京太大了，每个区都像一个独立的小城市。那交通一定很堵吧？堵车是北京的一大特色，尤其是早晚高峰，路上全是车，基本上走不动。我在网上看到过一个词叫早高峰，是这个意思吗？对，早高峰就是早上大家上班的时间，一般是7点到9点。这个时候地铁、公交、马路上都是人。那晚高峰呢？晚高峰就是下午下班的时间，一般是5点到7点。北京人有个说法叫上班2小时，通勤2小时。通勤2小时，那一天得多累啊！是很累，所以周末的时候，很多北京人就想好好休息。北京人周末一般做什么？这要看是年轻人还是老一辈。老北京人可能会去公园遛弯，或者约朋友喝茶、下棋。等等，遛弯是什么？遛弯就是出去随便走走，散步的意思，这是很北京的一个词。哦，那年轻人呢？年轻人可能会去商场逛街、看电影，或者去网红餐厅打卡。打卡就是去一个很火的地方拍照发到社交媒体上，这是这几年特别流行的一个词。原来是这样，我发现北京人说话好像有很多这种特别的词。对，北京话确实很有特色。你听北京人说话，会发现他们特别爱用儿化音。儿化音就是在词的后面加一个儿的音，比如玩、事儿、一块儿。所以北京人说的普通话和课本里的不太一样。有点不一样。虽然北京话是普通话的基础，但真正的老北京人说话有很多口语化的表达，还有一些特别的词汇。能给我举个例子吗？比如北京人说老这个字不只是表示年龄大，还可以表示程度深，像老远就是特别远的意思，老长时间就是很长时间。有意思。那为什么很多中文学习者对北京口音感兴趣？因为北京口音听起来特别地道，有那种京味儿。很多外国朋友觉得，如果能说一口带北京口音的中文，听起来就特别像中国人。我也想学北京口音。那你得多听北京人说话。对了，说到吃北京的美食，也是一大特色。北京烤鸭，我知道这个。对，北京烤鸭确实是北京最有名的美食，但其实北京人平时吃的东西比烤鸭接地气多了。比如呢？比如早餐，北京人特别爱吃豆浆、油条、豆腐脑、煎饼果子。煎饼果子就是一种早餐小吃，用薄薄的面饼卷着鸡蛋、油条、酱料，特别香，而且便宜。听起来好好吃。还有炸酱面、卤煮、爆肚，这些都是北京人常吃的。等一下，爆肚是什么？爆肚就是羊的胃或者牛的胃等内脏，快速焯水后吃，口感特别脆。老北京人特别爱吃这个。听起来有点特别。是挺特别的，不是所有人都能接受，但这就是北京的饮食文化，口味比较重。小华，我还有个问题，为什么北京会成为中国的首都？这个问题要从历史说起了。北京从元朝开始就是首都，已经有700-800年的历史了。为什么会选北京？因为北京的地理位置很重要，它在中国的北方，靠近长城，可以防御北方的敌人，而且北京连接着中国的东西南北，交通方便。所以北京对中国历史很重要。非常重要。故宫、天安门、长城这些地方都见证了中国几百年的历史变迁。那现在的北京和以前相比有什么变化吗？
变化太大了。如果你看老照片，30年前的北京，街上还有很多自行车，高楼也不多，但现在到处都是摩天大楼、地铁、高架桥。那北京人怎么看待这些变化？这个要看是谁。老一辈的北京人，像老王那样的，他们可能会怀念以前的北京，觉得现在变化太快了，有些东西丢失了。什么东西丢失了？比如以前胡同特别多，邻居之间的关系也很亲密，但现在很多胡同都被拆了，盖成了高楼，人和人之间的距离也变远了。那年轻人呢？年轻人可能觉得现在的北京更方便、更现代化，他们更关心的是工作机会、生活质量这些现实问题。所以北京在现代化和传统文化之间一直在寻找平衡。可以这么说，政府也在努力保护一些历史建筑和文化街区，不让它们完全消失。那你觉得对中国人来说，北京代表着什么？这个问题很难回答，因为每个人的感受不一样。但我觉得北京对很多中国人来说是一个符号。什么符号？它是政治的中心，文化的中心，也是梦想的中心。很多人来北京不只是为了生活，更是为了证明自己。证明自己。对，在中国有句话叫不到长城非好汉。很多人觉得如果能在北京立足，就说明自己成功了。但这个代价好像也很大。确实，像小李那样的年轻人，他们在北京打拼，可能要放弃很多东西，比如陪伴家人的时间、轻松的生活节奏。那他们会后悔吗？我问过小李这个问题，他说他不知道自己10年后会不会后悔，但至少现在他想试试。这就是北京的魅力吧？对，北京这座城市，它不会给你答案，但它会给你机会去寻找答案。我越来越想去北京看看了。如果你真的去北京，记得不要只去那些旅游景点，多去胡同里走走，去早点铺子吃个煎饼果子，坐地铁，感受一下普通北京人的生活。好的，我一定会的。好了，今天我们聊了这么多关于北京的故事，希望大家能对这座城市有更真实的了解。这里是听故事学中文，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。通过故事学习中文 ，Learn Chinese Meet China， 了解真实的中国。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内容，记得点赞、评论、订阅我们的频道，也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对北京的印象或者问题。你去过中国哪些城市，或者你想了解中国的那座城市，都可以在评论区告诉我们。我们可以找时间与大家聊聊中国的其他城市。再见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